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月烬明之后，白鹿成就陈都灵，接棒赵丽颖成做梦，巧合吗？01，白鹿走红，用的是平凡女孩逆袭的本子，和赵丽颖当年如出一辙，她们也都有同样的贵人于正。没有人知道当年于正为捧红白鹿花了多少钱。2016年之前，白鹿还是一个叫叙旧的淘宝服装店的模特。拍照之外，她也在网上发自己唱歌跳舞的视频，还和张明恩一起拍了《猫的树》微电影。作为女主之一，那时的白鹿身上的标签就是长发、小虎牙、爱笑。没想到微电影走红，连猫的树的摄影都火了，于正连他带演员都签了，从此白鹿成了欢娱的艺人。于是矫正牙齿，上大女主。从潮歌开始，除了自家的2部大女主烈火军校大王不容易，于正还为他找了包括半是蜜糖半是伤的5部其他公司的资源。这么多的影视作品，也只是让白鹿出了个圈。2021年7月，于正宣传铺垫了好几年的《玉楼春》播出，顶级制作的《服化道》却被网友吐槽男女主造型太丑。这部剧也只是让白鹿打了个水花而已，还不如不经意的网剧《周生如故》。同年8月，白鹿和任嘉伦的《周生如故》播出，仅11天就斩获近13亿的播放量。在这部剧中，白鹿被观众称赞演技带感，为爱痛哭时，那种破碎的美感又让无数人跟着流泪。白鹿说，演这部戏，把自己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。这部剧之后，白鹿的热度明显上去了，她还成为了奔跑吧常驻嘉宾，一时风头无2，一度抢了大宝贝杨颖的风头。不过也正是在综艺中，白鹿暴露了自己的致命短板。2023年4月3日，罗云熙白鹿长月烬明刚播出就有大爆的迹象，播放10天，在猫眼上就断崖式领先第2名陈峰13载。优酷甚至还出了播放量破100亿大关的热搜，网友都摩拳擦掌，预计这部剧播放量应该能进入最近10年仙侠剧前5名，可以与《花千骨》一争高下。当年赵丽颖《花千骨》可以说是仙侠剧的里程碑了，一开播就有2亿的播放量，以平均2.213%的收视率打破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，单日播放超4亿，且是内地首部播放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在这种热度下，白鹿很被看好，甚至认为她可以成为接棒赵丽颖鼓傲天花板的女演员之一，也理应成为吃下长月大部红利的那个人。可是开播至今，相信白鹿的团队都懵了，为啥在长月烬明热度爆表之后，自家艺人反倒遭遇口碑与路人缘的双重崩塌？特别是头2天播放量数据出来，以及陈都灵照片罗云熙受托相热搜铺天盖地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这剧的红利会是白鹿一个人能吞下。这才几天，白鹿就让自己成为了舆论风暴中心。事情起因还是演技。就在长月烬明播出8天后，剧方官微对这部剧调整了排播，先是断更3天，后来又调整成1天1集，吊足了观众胃口。然而断更3天后，观众突然发现这部剧的调调变了，从般若浮生这个副本出来后，女主像是换了个人，尤其是叶希雾开始勾引蛋台烬之后，整部剧变成了欢喜冤家互对的状态，观众都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。尤其是白鹿的心理转变很突兀，你的家国仇恨呢？你对大魔王的恐惧呢？比如当他得知男主杀了兰安以后，他表现出来的是愤怒，在男主灭世杀亲的背景下，叶希雾竟然丢失了黎苏苏面对黑暗力量无比恐惧和无力的底层情绪。他和男主呛声时候的大义凛然，在或感化或勾引他的时候的势在必得，又像教训一个孽徒一样教训男主的时候，
都让观众感觉无比的割裂。内心戏能在脸上成功体现出来，陈都灵反倒做得更好。那种因害怕声泪俱下的站立，那种绝望的内心呐喊，让观众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。白鹿显然对角色从来没有整体的理解，以至于表现出来的东西都很单薄，导致很多特质之间无法连贯起来。结合之前告别桑酒时，白鹿对角色的错误解读，一场关于绝望文盲的风暴又刮起了。今年3月份，于正发文宣传自家演员时说：“我很坚定地告诉你们，欢娱只有学霸没有文盲。”可能说这话时，于正忘了有句话叫适得其反，因为他说这话没多久，网友就把白鹿3+2大专学历推上热搜。可是这年头非专业演员演得好的比比皆是，你看人家小赵原来不也是这样吗？所以针对网友的言论，白鹿自己也说，能力比学历更重要。虽然说有时候能力比天赋重要，可是在演员的赛道上，当有了名气，白鹿也逐渐迷失了，尤其是开始参加综艺以后，当一切的行为都为了搞笑、恶趣味以及迎合观众之后，整个演员的气质和状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参加奔跑的白鹿被网友拿着放大镜观看，比如他喂饭给别人以后又缩筷子被放大解读，抠男演员屁股被一帧帧放慢，发布的短视频也被解读为恶趣味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些没什么，毕竟流量演员都需要话题，需要炒作，可是有了热度一时爽，一旦崩塌就毁断肠啊！况且当细节的解读上升到人品道德层面，一切又不一样了。在《长月烬明》播出期间，网上有很多陈都灵艳压的文章，这让白鹿的粉丝不高兴了，他们开始进场参战，天知道这给白鹿带来了什么。在这个时候，两家粉丝打架，果然把白鹿拖下了，从综艺黑料到学历到演技，暴露无遗。要知道杨幂从不打压女二，因为在一部剧最热的阶段，最上头的粉丝往往也是爆雷最多的那群人，他们可粉可黑。一部剧百花齐放才是硬道理，有时候学会让出红利，反倒能收获路人缘。所以长红的人有长红的道理。当年赵丽颖从边缘配角到如今顶流，并不是一跃上位，她经历了4个阶段，先后换了4个经纪人。首先当然是花千骨一脚，直接晋级为一线花旦。在这之后，赵丽颖的做法才是现在想要一炮而红的女演员该思考的。赵丽颖原本出圈是凭借《新还珠格格》巧儿一脚，这是她的第一个经纪人贺如帮她拿下的角色。出圈后，也就是2011年，赵丽颖带着贺如跳槽到了海润影视，在这里遇见了于正。陆贞传奇姗姗来了，让赵成为收视女王，一般女演员可能就知足了，可是她并没有。赵丽颖的进阶是从和贺如闹掰开始的，矛盾便是花千骨。2014年，花的制片唐丽君先是联系了贺如，结果被拒绝，最后唐丽君绕开了贺如，在《妻子的秘密》片场守着赵丽颖，才敲定了这个合作。在这之后便传出2人合作之间的很多花边小料，不过赵志不在此，越黑他越不在乎。贺如之后是张月佳，后面还有黄斌，依靠黄斌，赵丽颖的时尚资源和大牌代言获得了质的提升。电视剧方面先后出了《楚乔传》和《知否》，尤其是《知否》话题量高达24.2亿，同年其余上榜的9部剧加在一起也没有他的高。正是凭借这部剧，赵丽颖2获金鹰奖。2018年的福布斯名人榜，赵丽颖成绩喜人，名利双收。在这1年之后，赵丽颖和黄斌解约，和冯绍峰结婚，并加入合颂传媒。很难想象，这个倔强的小女子已经在娱乐圈红了10几年，如今看到白鹿的红圈里的各种新闻，才发现赵丽颖的内心有多强大，目标有多清晰。
这些年，随着跟大导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，赵丽颖也越来越看淡红毯上的追名逐利，各种公开场合出席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对比白鹿，她不是没有短板，但是她没有面对名利和赞美的浮躁，能静下心来钻研剧本是她的长处。因为演技没有套路，营销最能封神，初心最难守护。因为当演员，获得名利容易，守住名利太难。